斗罗大陆5重生唐三，作者唐家三少。第55章机会。看着唐三离去的身影，王延峰突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在相处的1年里，他确实教导了唐三，但同样的，他也从唐三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在过了最初那段时间之后，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将唐三当作孩子看待，而是当作大人看待。这种感觉很奇妙，唐三相当有主见，又很沉稳。或许未来成长起来的唐三真的能给人类带来一些希望吧。王延峰下意识地攥了攥拳头，关上窗户，他也要做准备了。稍后等闪爆冲人阵子里，他要有相应的应对手段，才能洗脱唐三离开的嫌疑。唐三出了木屋，心中一直在默数，他没有第一时间离开风狼镇。事实上，那天在得知了虎面人的整个计划之后，他就有了自己的计划。直接离开当然是最稳妥的选择，但对他来说，这同样是个绝佳的机会。上次他因为尝试不同种类妖怪族血脉烙印的使用方式和修炼方式，导致体内的闪爆血脉烙印从4阶跌到了3阶。同时，他的风狼血脉烙印现在也没有升到4阶巅峰。这次闪爆大战风狼，对他来说，何尝不是提升自身烙印强度的好机会呢？烙印的强度越高，他就能施展出越高层次的技能。之前遇到的犀牛灵犀鹿妖、白头隼妖不好找，可闪爆与风狼就在眼前。大战之中，谁会注意到他呢？对于风狼镇内的地形，唐三早已极为熟悉。他将自己隐藏在黑暗之中，飞快地靠近前线双方战斗的区域。他当然不会靠近中心区域，那可是一个7阶闪爆在对阵一个6阶风狼加一个5阶风狼，而且下面还有风狼镇祭坛。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影响到那边的战斗，所以他是在朝着战场的边缘靠近。离得近一些，他明显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风狼血脉烙印与闪爆血脉烙印都在不断发热，这是血脉被刺激的表现，也可以感知到双方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唐三爬上一栋房屋，匍匐在屋顶上，朝着远处看去。就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7、8头闪爆正在攻击4个风狼，双方都是3阶到4阶的修为。在妖怪族之中，风狼和闪爆两族的整体实力是相差无几的，所以才会出现双方是世仇却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的情况。此时明显是闪爆一族占据上风，他们不仅数量多，还有2头闪爆是4阶的实力，再加上其他闪爆，速度奇快无比，围绕着4个风狼不断冲击。在4个风狼之中，只有一个实力是4阶，剩余都是3阶。论速度，风狼不算慢，但是和闪爆一比，他们就落下风了。好在风狼的防御力和力量比闪爆更强，还能施展锋刃。所以，闪爆虽然占据了上风，但为了防止被锋刃命中，闪爆的攻击还是比较小心的，只是不断地在这些风狼身上留下一道道伤痕，并不足以致命。想要真的将风狼杀死，还需要长时间的攻击才行。唐三观察了一下他们的战斗，再看了看远方的其他战团，发现这边的战团是比较独立的。为首那个风狼不断发出一声声厉啸，显然是在请求支援。但这个时候整个风狼镇已经陷入了大战之中，根本没有风狼有余力来支援这边。这里不错，唐三双眼微眯，下一瞬他动了。
他并没有跳下去，而是继续如织在屋顶之上，挥动双手，激发了体内的风狼血脉烙印。2道锋刃从屋顶上飞射而出。与此同时，他开启灵犀心眼，捕捉闪豹的行动轨迹。2道青碧色的锋刃飞射而下，投入战团。闪豹自然察觉到了，纷纷闪避。但是唐三射出的锋刃又岂是普通闪豹所能抵挡的呢？2道锋刃在空中画出2道优美的弧线，精准地射在了2道奇快无比的黄色身影上。噗噗2声，2头3阶闪豹瞬间丧命。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正在战斗中的双方都吓了一跳。4个风狼自然是大喜过望，己方的援军来了，而且还是实力强劲的援军。要知道，在正常情况下，除非是释放大规模密集的锋刃进行攻击，否则风狼想用锋刃命中闪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闪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眼前这2头闪豹不但被命中了，而且瞬间毙命，这意味着这2道锋刃的强度非常高。一头4阶闪豹咆哮声直接腾身而起，直奔屋顶方向扑去。他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知道此时必须先解决屋顶上的风狼。4阶闪豹冲上屋顶的瞬间，看到了一道黄色的光影。感受到了相同的血脉气息，令他第时间认为这是自己人。爆闪是闪豹族的本命天赋技能，所以他第一时间的认知是有伙伴来了，并且解决了屋顶的风狼。就在这时，对方已经到了他面前，一只手掌钢电般探出，直接拍在了他的喉咙上。4阶闪豹的瞳孔瞬间收缩，下一瞬，遭受重击的他看到了一双充满紫色光芒的眼眸，然后就陷入了呆滞，体内的血脉之力疯狂倾泻。唐三直接将4阶闪豹按倒在屋顶上，迅速运转玄天功，毫无保留地吸收着这头闪豹体内的能量。这是一头4阶闪豹，它在唐三冒充闪豹偷袭的时候，根本没能发挥出自身的战斗力。更何况，如今的唐三实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在唐三有心而他无心的情况下，这闪豹又怎么可能是唐三的对手？在不断的吞噬中，玄天功能量迅速变得充盈，他体内的闪豹血脉烙印也在不断发热发亮。当这一头4阶闪豹的血脉之力被他吞噬一空后，闪豹血脉烙印也重新进入了4阶层次。他可是吸收了一头4阶闪豹的全部血脉之力，绝对大补啊！完成对这头闪豹的吞噬后，唐三心中已经默数到了50息了，这是从前方战斗开始时开始计算的。他遥望了一眼远处风狼镇中央正在大战的3大强者，时不我待。此时，下方战团因为闪豹方的实力锐减，再加上几个风狼的拼命抵抗，原本闪豹一方以强悍姿态将要获胜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暂时陷入了焦灼状态。房顶上的唐三深吸一口气，急速运转玄天功。由于刚刚吞噬了4阶闪豹的能量，他的玄天功能量无比充盈，一道道锋刃飞射而出，直奔下方而去。同时他开启灵犀心眼，凭借着灵犀心眼的精确判断，控制着锋刃覆盖全场。下方正在战斗的闪豹顿时感觉到了不妙，房顶又有锋刃落下，这意味看什么？意味着那头上去扑杀对手的4阶闪豹抵挡不住对方，甚至有可能已经陨灭了啊！那一道道锋刃接连飞落，将地面照耀成了青碧色。闪豹们纷纷闪避，这一次唐三没有半分留手。
他一共射出18道锋刃，这已经超出了那天他对付虎面人所使用的锋刃数量。